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上一个视频咱们开箱评测都已经做了，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原装的 OPPO 80瓦的车充，它的各项测试都是非常好的啊。原装的这个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啊，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一个，100多块钱的车载充电器内部究竟是怎么样子？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就是拆解它。像这种正规品牌的车充啊，咱们切成这个样子，还是把它打不开。切成这个样子了，咱们直接把它撬开，这个好脏啊！这个就是车充内部啊，看看这个材料非常的厚实。终于把这个车充给分解下来了啊！正规品牌的充电器做工都是非常扎实的，它这个塑料切成这个样子了，但是没有一点点臭味啊。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个车充的内部的外观，可以看到它是由2块主板构成的，这一块是 USB-A 的输出口的一块单独的一个主板，然后这边是 Type-C 口输出的一个主板，这里是它负极的触点。这一个是它正极的触点，输入端，然后这边是输出端，咱们还要进一步的把它全部拆解开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的构造，还有内部芯片使用的情况。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器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，咱们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。这个就是输入端的正极的一个弹簧帽。压在这个上面的，就是为了降低这个接触面的阻抗，它采用的是镀金的材料。这一个就是它负极接触的一个簧片，它是采用金属镀镍的一个材质，位于这个正极的镀金触点下面这个地方，用于正极输入端。如果温度过高的话，这个会自动的断电。这是一颗检测温度的热敏电阻。热敏电阻的下方，这个输入端这里有一颗白色的4英式 Y 的一颗贴片式的保险丝，这颗保险丝的作用就是输入过流保护。这一颗就是滤波电感，就是过滤输入电流中的干扰。外面有热缩管套着，内部是绿色的磁芯，用细胞铜的线进行扰制。这一颗贴片式的固态电容来自深圳市博瑞凯。博瑞凯是创立于2011年的一家专门生产铝固态电容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啊，耐压38伏，容量是100微法。这是博瑞凯 VA 系列的高品质的固态电容。这里写的有一个 TVS， 这里是一颗顺泰电压抑制二极管，这个二极管上面适应型号是36A， 它可以承受36安的电流，它的耐击穿电压是40伏。来自阳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这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，专门生产功率元器件的一家高科技企业。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就是输入电压过高的时候，它可以保护整个充电器芯片的安全。PCB 这一面有一颗同步升降压控制器芯片，适应型号是 SC8815， 来自上海的蓝星科技。是一颗集成了 I2C 接口的双向同步升降压控制器，支持 2.5 至36伏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，支持反向放电输出电压，输入输出电流均可由 I2C 总线控制。芯片具备欠压保护、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，并且支持短路保护和过热关断保护等等功能。这是来自上海蓝星科技的一颗同步升降压控制器芯片，配合这个同步升降压控制器芯片的，这里有4颗 NMOS 管，适应型号是 VS4620GE。这4颗 NMOS 管耐压值是40伏，内部导阻是 6.4 毫欧。4颗 NMOS 管组成一个全 H 桥电路，来配合这个升降压芯片进行升降压控制。它来自深圳市微兆半导体，成立于2012年，专门生产 MOS 管和 IGBT 单管和模块的一家高科技企业。这4颗 NMOS 管旁边，这里有一个 R005，这一颗是输入电流的一个采样电阻，
这里还有一个 R010，这是输出电流的一个采样电阻。这几颗电容器是 MLCC 电容，也叫独时电容。这一颗就是一个升降压的电感，采用环形磁芯，用气包铜的线绕制。这个电感器的下方这个地方有一个 NTC2， 这一颗也是一个热敏电阻，采集这个充电器的温度的。这一颗用于 Type-C 口的一个输出滤波用的固态电容，同样是来自深圳的博瑞凯，它的容量是220微法，耐压35伏，同样是博瑞凯的 VA 系列的高品质的贴片式固态电容。这一颗就是整个充电器的一个 USB 协议芯片，也是来自上海的蓝星科技，适应型号是 SC2021A。这是一款高度集成的 Type-C PD、DP、DM 快充控制器，符合最新的 Type-C 和 PD 3.0 的标准。内部集成32位高性能的 MCU 内核， 2.5 KB 内存和32 KB 的 MTP 存储器，支持私有快充协议。通过集成 PD 基带 Type-C 检测内置 V80 放电路径，可编程反馈补偿、电压和电流检测。内部还有10比特的 ADC、双10比特 DAC、I2C 接口等等，来最大限度的减少整个充电器的外围部件。芯片支持过压、欠压保护、过流保护、短路保护、过温保护等，有效的保证整个系统的可靠运行，具备良好的协议兼容性，可以适用于各种充电适配器啊。这一颗就是输出的 V80 控制管，这是用于 Type-C 口的，它同样是来自深圳市微兆半导体，适应型号是 3510AE， 它的耐压值是30伏，内部的导阻是10毫欧。我手上这一块就是这一个充电器的一个 USB-A 口的一个小板，同样的啊，这上面有2颗 MLCC 的电容，也叫独时电容。这个小板的背面这个地方有一颗同步降压控制器芯片，这一颗芯片的适应型号是 SC8002， 同样是来自上海的蓝星科技。输出电压由主板的 USB 协议芯片来进行控制，它可以配置为双输出或者单输出，还提供了高精度的输出线流，总输出功率可由电阻设置，便于恒功率控制。通过最少的外围元器件，为用户的不同应用实现最大的功能，还支持全面的保护，包括欠压保护、过压保护、短路保护，还有过温保护等等。还有2颗 NMOS 管，同样的是来自深圳市微兆半导体，它的适应型号是 007N06M， 这2颗是耐压60伏，导阻是 4.8 毫欧的，配合这一颗蓝星的同步降压控制器使用的。这一颗就是黑色的磁芯，用这个气包铜的线绕制的一个降压电感。这颗降压电感的位置的底部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 NTC 的一个热敏电阻，这个又是一颗用来检测充电器温度的一个热敏电阻。这一颗是一颗贴片式的固态电容，同样的是来自深圳市博瑞凯，它是属于博瑞凯的 VS 系列的贴片固态电容，容量是330微法，耐压16伏。用于 USB-A 口的一颗输出 V80 控制管，它的适应型号是 VS3618BE， 这是一颗输出 V80 控制管，它的导阻是 5.2 毫欧，然后耐压值是30伏的一颗 NMOS。这一个充电器一共有6颗 LED 的灯泡，还有反过来这一面还有2颗。6颗灯泡的灯光就映射在这个透明的塑料上面，然后这里看起来就有一圈紫色的光圈，作为一个氛围灯来使用的。这一个就是小板和大板中间连接用的一个座子。充电器的塑料壳体上面印有 PC 阻燃的标识， Type-C 口这上面有过胶保护，这个上面还有多了一层钢片来进行稳固。 USB-A 口的话，外面也包裹一层塑料进行保护。 Type-C 口内部和 USB-A 口内部舌片光滑细腻，没有毛刺。这个 OPPO 原装80瓦的车充评测和拆解视频咱们都做完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品牌原装的配件，它的做工和用料、输出参数都是十分优异的。这个车充内部的芯片用到上海蓝星的全套解决方案，兼容性、稳定性都是有保障的，1分钱1分货。OPPO 的用户和苹果的用户，这个车充是可以考虑的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，一键3连，关注走起，咱
咱们后续会推出更多的配件评测和拆解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有你们的支持就有我更新的动力。咱们下期评测拆解再见，谢谢大家观看。